14亿俄罗斯资产支持乌克兰，绍伊古·格拉西莫夫被下令逮捕，科克博遭遇海马斯打击，俄军2个旅险些被全歼，美军从非洲撤退，五角大楼采购上千架无人机，台湾推出轮式歼击车。6月24号，欧盟理事会表示，欧盟批准从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的收益，在下个月向乌克兰提供首笔14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这笔资金呢，将直接用于购买弹药和防空系统等装备，大约1/4会在乌克兰国内的军工企业中采购。年底前，乌克兰将再获得10亿欧元。这下是拿着俄罗斯的钱打俄罗斯人了，估计莫斯科的脸色不太好看。与之前对乌军援不同的是，这笔14亿欧元的资金，其中有3.5亿是用于乌克兰国内，这将极大地刺激乌克兰国防工业的发展，为长期战做好准备。目前，欧盟和美国由于成本等问题，武器的价格相对比较昂贵。之前有媒体报道，由莱茵公司生产援助给乌克兰的155毫米炮弹，每发的成本为3300欧元，而乌克兰自己生产的炮弹成本则为2000欧元。当然，以上这些呢，还只是甜头，大的还在后面呢。之前季希宣布，利用俄罗斯的冻结资产收益，为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要知道，乌克兰2023年的国防支出也才不过54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表示，由于匈牙利在早前成立在乌克兰的援助基金时弃权了，因此匈牙利是无权参与使用这些资金的决定。除了支援乌克兰，欧盟还通过针对俄罗斯的第14轮制裁措施，其中包括了限制俄罗斯液化天然气通过欧洲港口过境。这意味着那些一边声称要制裁俄罗斯，一边购买俄罗斯能源，把资金变成射向乌克兰炮弹的国家，将无法再用这种左右逢源的操作。目前，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欧盟买家呢是法国。当然，海运能源仅仅是占俄罗斯出口的小部分，俄罗斯大部分的能源出口还是依赖管道运输。早在俄乌战争之初，欧盟大多数国家就不再通过管道进口，仅剩匈牙利、捷克等东欧国家还在进口管道天然气。然而，这种好日子也即将结束了。今年年底，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过境天然气管道合约就将到期，而乌克兰宣布将不再续约。这也意味着乌克兰将不再只专注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油库，还会包括俄罗斯的一系列天然气设施，把俄罗斯的命根子卡得更死。除了对于俄罗斯国家的制裁，这次制裁呢还包括116名来自俄罗斯的个人，比如说俄罗斯境内的战争煽动者，他们多次参加克里姆林宫组织的文化活动，充当国防部的小喇叭，试图让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正当化。目前已经有高达2000多个俄罗斯个人遭到了制裁，其中除了俄罗斯的喉舌以外呢，还有向俄罗斯军队提供武器的军火贩子，以及俄罗斯政府人物和军队将领。另外，欧盟将在6月25号封锁俄罗斯媒体的网站，被封锁的包括俄新社、消息报、俄罗斯报和欧洲之声网站，理由是这些网站涉嫌鼓吹战争宣传。欧盟理事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媒体一直受到俄罗斯的直接或间接控制，在推动和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破坏邻国局势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刑事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这2个主要国际机构在6月25号宣布裁决，确认俄罗斯在乌克兰长期犯下战争罪和侵犯人权行为。负责与乌克兰有关的调查和起诉的国际刑事法院第2预审分庭在6月25号宣布，已经对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现任安理会秘书谢尔盖·绍伊古和俄罗斯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发出逮捕令，罪名是在乌克兰指挥攻击民用物体的战争罪。国际刑事法院指出，有合理证据表明，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都对伤害非军事目标以及不人道行为负有个人责任，两者呢都违反了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还强调，即使俄罗斯军队的目标是打击军用设施，但其附带伤害依旧造成了非军事目标的伤亡。国际刑事法院的结论是，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故意做出了军事决策，并对乌克兰人造成了严重伤害。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也在6月25号裁定，从2014年2月开始非法占领克里米亚半岛以来，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犯下了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欧洲人权法院发现，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官员和部队犯下了许多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行为，包括言论自由权、集会自由权、财产权等等。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强调，乌克兰政府法院提供的大量证据已经坐实了俄罗斯在强占克里米亚犯下的罪行。该决定是所有国际法律机构首次承认俄罗斯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长达10多年的大规模和系统性侵犯人权的行为。虽然这2家国际法院并没有在俄罗斯国内的执法权，但对这2位当事人来说，这绝不是什么好消息。以我们的老朋友绍伊古为例，自从5月12号卸任国防部长之后，虽然转任似乎地位更高的安全秘书，但手中没有了实权，几乎等同于打入冷宫。而自他下台之后呢，国防部9位高官被撤职，他们似乎就像是绍伊古的未来。事实上，俄罗斯官员贪腐并不少见，其中有不少都逃亡国外。他的老搭档格拉西莫夫虽然职位并没有变动，但已经有消息传出，其有力竞争者苏罗维金近日呢从非洲返回了莫斯科。基辅邮报报道，当地时间6月24号，乌克兰使用海马斯向库尔斯克地区发射了数枚导弹。和前几天的克里米亚一样，俄罗斯声称虽然导弹被全部击落，但导弹爆炸的碎片击中了当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大楼，并且导致电力停滞。关于这种虽然防空成功但依旧造成伤害的说法，俄国防部已经不是第一次使用了。事实上，乌军所使用的陆军战术导弹，其中呢含有上百枚子炸弹，一旦在空中被击毁，极其容易产生讯爆，不会产生多少破片。前几天呢，在克里米亚海滩发生的事件也已经证明了，乌军发射了4枚导弹，仅有1枚爆炸，并且产生了大量破片。很显然，俄罗斯的成功拦截说法其中的水分比较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战线，乌军继续在沃夫昌斯克推进，同时试图夺回利普奇和赫里伯克，双方的战斗非常激烈。为了阻止乌军进攻，俄军在该地区已经投下了5枚 FAB3000滑翔炸弹了。这是一种重达3吨的航空炸弹，威力十分惊人，能够产生半径200多米的绝对杀伤区，半径400米以内的房屋都将遭到严重的破坏。然而，这种炸弹的精度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几乎没有能精准命中的。大兵认为，俄罗斯不如将其改为集束炸弹，以数量弥补精度。同时，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双方都有消息传出，俄军空降兵下属的近卫空降独立第83旅和列宁格勒军区合成集团军下属的摩托化第25旅，在哈尔科夫的损失非常惨重，编制都被打残了，几乎被全歼。目前，俄军高层已经撤出了这2支部队，并且将其他部队调往了该地。而在西维尔斯克方向，俄军进行了排级规模的机械化突击，但被乌军击退。乌军还摧毁了4辆装甲战车。目前已经有视频证据显示，俄罗斯军队在6月23号进入定居点的东南部。而在托里茨克，俄军投入了大量航空炸弹，以图稳定舒米的局势。而在恰西夫亚尔、阿夫迪夫卡西部、顿涅斯克市，俄军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总体来看呢，乌军高层并没有改变战术的想法，其对沃夫昌斯克的决心已经非常明显了。台湾新轮式坦克歼击车云豹的新版本在春山科学技术研究所亮相了。新型坦克歼击车基于现代化的 CM32 装甲运兵车，采用8×8底盘，并佩戴有105毫米的炮塔，其型号为云豹第2。开发人员强调，新型105毫米炮塔由台湾设计制造，结合现代火控系统，能够在猎杀模式下运行。所谓的猎人杀手及战车向敌方一个目标开火的同时锁定另一个目标，美军的艾布拉姆斯 M1A2T 也拥有该功能。该车从2014年以来一直在开发中，在2019到2023年期间生产了2辆原型车，名为第1和第2。这些机器总共通过了91项的测试，并且展示了高可靠性、良好的系统协调和准确操作，以及出色的驾驶特性。预计改进型第3将在明年问世。预计该车将配备卡特彼勒 C9 发动机，功率可提高至600马力，其主炮使用的105毫米穿甲弹可以从2公里外穿透500毫米的军事装甲。云豹第2配备4人车组，最高行驶速度可达100公里时。炮塔系统采用了双向稳定系统，两侧各有6具烟雾弹发射器，可以在行进中开炮。观瞄系统支持全天候作战，可以对车辆识别距离为2000米，对人员识别距离为1200米。主承包商为军备局
202场，炮塔系统制造商为 NCSIST， 底盘由209厂制造。根据美国非洲司令部负责人称，在9月15号之前，美国将完全撤出尼日尔。去年夏天，在被政府军发动政变后，尼美两国的关系开始恶化。尼日尔和美国上月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美国将其部队撤出西非国家的最后期限定为9月15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将迈克尔·兰利在6月2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我们正在按照计划将重型设备从101空军基地移出，即使不是领先于计划，也不会落后。10多年来，美国一直依赖尼日尔在非洲的反恐中心。在撤军之前呢，已经有1000多名美国人员在那里行动，其中大多数集中在位于该国中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耗资是超过了1亿美元。”兰利表示：“我已经走访了西非沿海地区和其他地区，着眼于我们的整体战略，通过与合作伙伴一起来应对威胁和危机。在商议完成之前，我们不能确定搬迁后的具体计划。”同时，兰利承认俄罗斯顾问和训练员在尼日尔101空军基地的存在。即便美国人仍在撤离，俄军的意图尚不清楚，但美军不会去招惹他们。根据兰利的说法，俄罗斯的军事存在北至利比亚，南至中非共和国。俄罗斯的活动很可能是非洲国防部长会议期间出现的话题。该年度论坛将于6月25号在博茨瓦纳的非洲大陆首次拉开帷幕。兰利表示，俄罗斯在非洲的军队正在试图通过积极的虚假宣传活动，在西方与其非洲伙伴之间制造隔阂。他补充道，俄罗斯人是否真的想帮助这些非洲国家打击恐怖主义，或者试图帮助他们稳定局势，我没有看到。我只看到他们正在试图在那里散播消息，这将在我们和非洲伙伴之间播下不和谐的种子。美国陆军将在明年部署1000多架弹簧刀600无人机，作为五角大楼无人机计划的一部分。陆军副参谋长詹姆斯·明格斯将军在6月21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国防创新部门总部举行的众议院拨款国防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首次透露了这一采购的具体数量。由 AeroVironment 制造的弹簧刀600无人机是国防部计划在复仇者计划中购买的少数几个装备之一，也是官员们唯一确定名称的系统。其他通过招标采购尚且没有曝光其型号或者名字，包括海上无人机机队、水面无人艇以及一套反无人机系统。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在去年8月宣布的复制者计划是一箭双雕的，在部署大量可消耗的无人机来对抗岌岌可危的世界局势的同时，开发一个可持续型的技术购买流水线，以满足国防部最紧迫的运营需求。五角大楼计划在2024财年和2025财年总共花费10亿美元用于这项工作，资金来自于各种来源，包括上一年的拨款、重新规划请求、8月批准的国防安全补充，以及该部门尚未批准的25财年预算提案。弹簧刀在乌克兰、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陆军已经购买了少量该装备。去年10月，该军种宣布将采购100支弹簧刀，用于陆军部队的测试和部署。希克斯上个月宣布，该部门在5月初开始向印太司令部部署复仇者计划中的装备，但五角大楼拒绝透露已经部署了哪些系统，也不愿意透露数量。希克斯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正在以作战人员为中心进行装备的创新，在我们交付装备的同时，会继续根据使用效果进行开发。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